怒砸1.48億拿下支付牌照，小紅書的下一步是放贷。小紅書作為年輕人生活的萬能檢索器，從買口紅到訂露營地，幾乎沒有它種不動的草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，GMV 已經做到4000億的小紅書，看似風光無限，但是最關鍵的一步收錢卻一直不在自己的手裡。今年11月，小紅書斥資1.48億，完成了對東方電子支付有限公司的全資收購，斬獲互聯網支付牌照，終於完成了電商的閉環。收購一家虧損的公司，難道只為拿牌照收錢？小紅書打的什麼算盤？難道真的要走中國科技公司特色之路放貸嗎？先說結論，與其說是會不會，不如說是何時會。畢竟能做網貸的中國互联網公司沒有不做網貸的。阿里憑借消費金融牌照在市場上縱橫馳騁，騰訊通過微众銀行低調布局，字節跳動旗下中融小貸以190億注冊資本在同行中獨占鳌頭，美团3塊小貸也擁有75億的雄厚資本。為什麼大家都積極躋身放貸俱樂部？因為這門生意幾乎是暴利。我舉個例子你就懂了，你的朋友小明是個賣雞蛋的，你想買但手頭拮据，於是你向小明借了10個雞蛋，約定1年後還他12個。如果現在有100個人這樣借，1年後小明啥也沒幹就賺了200個雞蛋。這時候小明找了個地主把借據賣了，標價1100個雞蛋。地主買不買？當然買，人家還的時候可是連本帶利，一共1200個雞蛋，直接就能賺100個雞蛋。而小明呢也沒吃虧，他賣出借據雖然只能賺100個雞蛋，但是提前收回了賬期，又可以拿着1100個雞蛋繼續賣給想要雞蛋但是兜裡拮据的人，拿到新的借據套現新的賬款，如此往復循環，小明的財富也是無窮無盡。而中國互聯網科技公司幹的就是小明的活，不過他們做的事兒比小明更加高明，不是野路子放貸，而是基於大數據，拿用戶行為、消費記錄、信用模型的风控精準貸。這是只有大平台能玩，而且越玩越賺錢的事兒。小紅書有沒有這條件？還真有，它掌握的用戶心智之深，甚至可能超過電商平台。你保存了20條穿搭帖，小紅書就知道你喜歡什麼樣的風格。你收藏了4、5家民宿，接下來去哪兒，小紅書可能比你爸媽還清楚。這是所有风控模型中最底層、最核心的東西，用戶意圖。而支付就是讓這些意圖數據最終变成交易數據，交易数據越完整，金融業務越好做。而小紅書剛好有牌照拿到手是第一步，做自有支付賬戶是第2步，再往後走，信用支付、供应鏈金融和消費貸是第3步，也是利潤最高的一步。回過頭看，小紅書拿下牌照後還有哪些好處？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省錢。咱们算筆賬，2024年小紅書電商 GMV 突破4000億，按照平台自己的規則，每一筆交易只要用戶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付錢，商家就得承擔0.7%的手續費，4000億的0.7%就是28億。这筆錢和總營收相比確實不算多，但問題是這筆錢不從消費者手中出，而是從商家手中出。商家同樣是平台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你平台的每一分增長都要讓別人抽稅，心裡能舒服嗎？而且這還只是4000億，如果小紅書的 GMV 明年繼續漲，那這筆被動交給別人賺的稅就越來越大。所以啊，小紅書買牌照是為了省錢，更是為了不每一年都給別人送錢。但如果你認為這就是小紅書的終極目的，那可就小看了它。節省手續費不過是個配菜，真正的主菜名為閉環。小紅書作為國內最大的生活方式平台和決策入口之一，要內容有內容，要流量有流量，種草能力哪怕不是全國第一，也排得上前幾。看似萬事俱備，可它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：交易體驗斷裂。你種完草，用戶跳淘寶、跳京東；你做本地生活，用戶跳支付寶付款。這就好比你開了一家店，累死累活把客人拉到店裡，剛準備讓他買單，收銀卻被隔壁競爭對手承包了。而一旦你有支付牌照，一切就不一樣了。從瀏覽、種草、下單到支付、返利、復購，都可以在一個 APP 裡完成。用戶被你牢牢地鎖在了你的生態鏈裡，這才算得上是商業的完整閉環。你看電商3巨頭，阿里有支付寶，京東有京東支付，拼多多有多多支付，內容巨頭抖音有巨量支付，快手有快手支付，都是這個道理。那小紅書為什麼還沒做放貸？或許是因為對於現在的小紅書而言，合規比賺錢更重要。據彭博社報道，今年6月，小紅書的估值來到了310億美元，2025年的盈利也有望達到30億美元，業績漂亮，預期上升，又迎來一道港股牛市的東風。眼下無疑是小紅書上市的最佳創口期。根據官方賬號蜀管家公告，去年11月到12月，小紅書處置賬號超過125萬個，粉絲10萬以上的就封了252個。今年對於醫美、財經和教培的監管也趨於嚴厲，你這個時候亂搞放貸，監管直接叫停你的 IPO。最後我們回到開頭的問題，小紅書花1.48億買支付牌照值嗎？如果只是為了省0.7%的手續費，不值；如果只是為了做一個支付工具，也不值。但如果為了打造小紅書的商業帝國，那這1.48億簡直便宜到離譜。接下來它怎麼跑？是衝 GMV 生態閉環，還是金融業務？皆有可能。唯一能確定的是，它終於擁有了跑得更快的底盤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